订机票就同城，天天低价，想飞就飞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大爷不就白养活你了，听见没？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奥利奥春日系列美味来袭，邀您观看《漫长的季节》。力度深维 C 泡腾片，邀你观看《漫长的季节》。以后一个人在外边，这东西少吃啊，晚上早点回去。爸给你炒俩好菜，到北京就吃不着了。行，中午先对付一口。对呀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就是不行考试的时候我就不过去了，完了等开了学。爸一起过去，帮你好好收拾收拾。爸，你最近神神叨叨的，咋了？没事儿。不行，我今天不考了，明天再说。净说那用不着的，不但要考，而且要考好。那北京多好啊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中心，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给你一个人留这儿，我不放心。有啥不放心？找啥？你这毛衣都跳线了，等我开支给你买件新的吧。没事，回去勾勾。进口的，质量好，外国羊毛织的。来，儿子，我就不得意这味儿。这毛线真好，织多厚实，至少穿20年打底儿。有点紧呢，穿着就松了。是不是有点小了？洗凉水就淡了。你怎么这么能对付我呢？
儿子刚开支就给你买毛衣，还想咋的呀？我这当妈的没这待遇。拿东西堵我的嘴啊，没门儿。不知道自己问题啥性质。啥性质啊？看你也小题大做了。我都问杨了，他们那儿就是唱唱歌、喝点酒啥的。文化宫的小舞厅，比年轻人少去了。那能一样吗？我们那时候少男少女两小无猜，他那个地方是七男八女，纸醉金迷。上纲上线的。你就惯你儿子吧啊，啥时候惯出事儿来就好了。他怎么选个红色的呢？多好看呐！是不是有点贱嗖的穿着？贱嗖的，跟衣服有关系啊？跟你有关系。爷俩不许再那么拧巴了啊！要看不上儿子在外边打工，你赶紧安排呀！那我说安排就安排啊，我是厂长啊，那不是瞅机会吗？那你抓紧点儿。哎，这咱需要给人家低低头，需要送礼咱就送。哎，你说就是那个宋玉坤，咱能搭上话不？我跟他搭啥话啊？在华冈，我敢说不认识他，他敢说不认识我吗？扎的上，啥玩意儿？脱了，扎的。进口羊毛扎啥呀？这是啥毛线？它也扎呀，它是毛线的，越好的毛线越扎。命儿！哎，我自己来，多年不解的，穿什么新衣服？叠上。谁幸福谁知道啊？手机什么味儿了吗？没瞅见。哎呀，我就说你见过他，不愿意去。什么爸妈，不都在松河工作吗？87年，工厂事故，俩人一遭都没了。事故又不是我弄的，你找我干啥呀？是，沈墨不是我养大的吗？我应该有这个教育、监护的责任，是我哥走。他上大学勤工俭学这事儿啊，我支持，也能理解。但是她一个小姑娘啊，在你们这种场所工作，啊，说啥呢？我哪种场所啊？我们这是正规娱乐场所，看到没？有照的。我们雇人那也是要签劳务合同的，什么我们这种场所？那是正规场所。那天我把华联我那战友，主管消防的那个张处带过来玩玩，他说还麻烦你多关照啊。哪个张处啊？张立新，不认识啊？不管你们这边啊。张处来，那我肯定安排啊。那你先把沈墨的事儿帮我安排了呗，葛总。今后你要再留他在这打工，咱可就白聊了，是吧？行，葛总。麻烦你了，别啊！不晚。那个啥，兄弟，给那个张处带个好啊。那得看你表现吧。行了啊，晚点啊。哥，你是我哥。哎呀，我错了，哥，我昨天真是特殊情况。下来，我肯定没下回了，哥。再有下回你别告诉我。你放心，哥，绝没下回。
哥，今儿什么玩意儿咋没来呢？不干了。啊？为啥呀？我哪知道啊？你问刚走那个去。谁呀？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喊我啊？你谁呀？我是沈墨的同事，我叫王阳，刚才在里边见过。哦，你有事儿？我听老葛说沈墨不干了，他咋了？没啥事儿吧？你问这干啥？我就问问。你想问啥？嗯？你俩啥关系？就挺好的朋友。处对象啊？没有。嗯？没有。好到啥程度啊？我告诉你呗，沈墨以后不在这干了。弹钢琴只是他的爱好，你知道吧？他要当医生，救死扶伤啊！你跟他处对象，你够不着，你垫着脚尖也够不着。听明白没？啊？听明白没？明白。哦。谢谢啊，王阳。喂。喂，王阳，昨天对不起啊。我刚出门，让我爸给堵住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去。那你今天咋没来啊？我听老葛说你辞职了，为啥呀？不为啥，不想谈了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又买了2张票，要不咱俩明天再去一次？不用了，我最近挺忙的。你没事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挂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咱俩能不能见个面？我有点话想对你说。汪洋，我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说吧。我喜欢你。咱俩不合适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我的时间又不值钱。我回去了。哎，你大爷说我配不上你。你也是这么觉得吗？王阳，你挺好的，但是咱俩不一样。你可以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喜欢的人，我不能。你为啥不能？我跟你说过，有些东西只能喜欢，能喜欢就够了。我心面，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再见。哎，沈墨，咱俩打个赌吧。你干嘛？你不是信命吗？
要是我从这儿跳下去淹死了，那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要是我没淹死，那我就一定得跟你在一起。无聊。别下来，回去！沈波，沈波！裹上点吧，别感冒了。哎呀，你跟我生气，别跟自己过意不去啊。嗯。你也够傻的。你不会游泳就敢往水里下呀？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？死了怎么办？我死不了，逗你玩呢。现在是枯水期，水浅淹不死人。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行，以后不逗你了。对不起啊。耽误你回宿舍了。我大爷找你去了。他去找老葛，我碰上他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啥，就说我不配跟你做朋友，让我离你远点儿。为啥是他管你啊？你爸妈呢？我爸妈死了。对不起啊。你真相信有命这回事吗？小时候有个看手相的跟我妈说，我小指上有4道纹，命印。那时候不懂什么意思，后来明白了。从我出生那天，我的命就已经写在手上。不是写在手上，是握在手上。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除了你自己，谁也决定不了。
你找人吗？找王阳，我儿子在里边当服务员。服务员没下班呢，去后面等着吧。那边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我看你这么眼熟呢，咱俩是不是在哪见过？认错人了。这叫啥事儿啊？还是个尖筋的，你看。阳儿吃饭了。我不吃了。啊？你别让他，这么硬的菜，他不吃是他的损失。你这菜是够硬的，怎么挑的这么老啊你？哎呀，1斤便宜1毛5呢，照样吃嘛。你吃点嫩的，老的我吃。嫩的你吃，老的扔了。哎呀，扔什么扔啊，照样吃。兔子都不吃这玩意儿。我出门了啊。哎，晚上会不会吃啊？不回来了。又去那个破地方啊？我不偷不抢的，按时开支，咋了？那毛衣你没穿啊？你拿人手短了啊？我可没这意思啊。走了，阿妈。哎，没整。你不琢磨好几天了吗？你想好给宋宇坤送啥了没有啊？你说，我好歹也是个劳模，在这个劳模大会上，我也说的巴巴的。万一让人知道我走后门，你说我这个脸……行，你脸比儿子值钱，别去。我说我不送了吗？这不是跟你探讨送什么吗？空俩爪子。干啥呀？你拿回去啊，拿回去。这是咱俩结婚，你爸送的，羊满月咱都没舍得喝，拿回去。留着能下崽啊？这年头你不出点钱，你能办事吗？你先去探探路，深了浅了的，咱心里就有数了呀。送哪儿啊？宋玉坤在哪儿，你送哪儿呗。
叔，哎，瞅啥呢？没事不？沉不沉？啊，手里拿着啥呀？去车间拿点东西。啊，没事啊？没事。有事儿？拿啥东西跟你汇报啊？厂长是公仆，我们是主人翁。主人翁找公仆唠唠嗑，喝点酒，有毛病吗？我就喝点酒呢。进去。宋厂长，谁呀？王师傅。哎，哎，找我有事啊？没事儿。拿啥玩意儿？啊，酒。还有几个月就过年了嘛。哎妈，这好酒啊，这有年头了。啊，我平时不咋喝酒，攒多少年了，压箱底儿了。工作生活上有没有啥困难？你是老员工，也比我年长，有些事儿我得向你请教。不能这么说，厂长。没困难。真没困难？没困难。那好。那个，王师傅，哎，刚才在楼上没瞅见啥吧？没有，屋里黢黑黢黑的。咱这华钢是个大家庭，咱们工人都得以厂为家，都得有主人翁精神。对，你想这华钢既然是咱自己的，咱是不是都得爱护它？那指定的。钢厂建厂的第一小土，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挖的。你看看，我呢算是这个大家庭的，算家长吧。有些乱七八糟的话要是传出去，其实我还真无所谓，关键会影响华钢这个大家庭。你也知道，这个人的嘴就像那个棉裤腰似的，一扎的裤子2尺半的腰都能装进去。这话传到最后，指不定就成啥样了。最后吃亏的谁呀？你、我、他。是咱华钢，是咱大家伙。我说清楚不？明白，特别清楚。厂长，我确实什么都没看见，黢黑黢黑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没看见就好。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我说啊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哎，好，啊，好。回来。就送出去了。哎，宋玉坤真收了。妈有门啊！你说这收东西不得办事儿啊？哎呀妈呀！你说咱养儿能给分哪儿去呢？哎，咱争取第一线咱不去，争取去后勤、仓库啥行不？我说咱能不能争取去一下仓库、后勤啥的？那没说。没说分哪儿啊？没提养人进厂的事儿。那得干啥去了？这个人是谁？站着干啥？坐来，坐我这儿，过来。我想跟你谈谈。和我谈呢？谈啥呀？我以后没啥事儿就不过来了。我长大了，你们也别为我费心了，我能养活自己。能养活自己，翅膀硬了。要跟我断绝关系啊？怎么的？大爷对你不好，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？你说个数。啥数？我从小到大花了你多少钱？你算个数。我挣了钱都还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来，你把这汗毛都给我刮下来，来，给我数数，把肉都给我割了，来，称斤，你钱都还给我的，还给我！怎么的？割骨还父，割肉还母，你是哪吒呀？你有三头六臂啊你！小崽子，我供你上桦林来上大学，不是让你来找男朋友的。你才多大呀？你几岁？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你，啊？再说了，人家要知道你的过去，还能爱你啊？嗯？只有跟你大爷在一起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只有跟我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父母早就死了，我跟你从来都不是一家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嗯？华爷，我让你趴下。小崽子！我让你干嘛？我让你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没听见是吗？别动！
胆大了是吧？是不是胆大了？是不是胆大了？是不是胆大了？给我支了是吧？啊，来支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又惹大爷生气了？哎呀，你认个错就好了。闭嘴！只要我活一天，你就不可能离开我。听见没？把眼泪给我收回去，把眼泪憋回去，把眼泪憋回去，把眼泪憋回去，憋回去，把眼泪，把眼泪憋回去，把眼泪憋回去，还敢给我，我让你给我支了，我让你给我再支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9532657记住有回复吗？那再帮我多呼几遍。杨啊，哎，那啥，去趟鸡无端，给你爸送点饭去，快点。送啥饭呀？我晚上还有事儿呢。这都厂里不都有食堂吗？你爸今天加班，食堂哪有热饭了？快别磨叽，快去啊！哎，你别晃悠，都洒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快点去啊，一会儿都凉了啊！知道了。哎哎，杨啊！哎，叔，厂区里去这么快干啥呀？啊，我爸今儿加班检修，我妈让我给送点饭来。检修？你爸今天发工资啊？不在财务科呢吗？那财务科咋走啊？我打个电话带你过去吧。谢谢熊叔。你呀，今儿是遇着你星叔了，要不然你跑个冤枉道啊，这一来一回俩点出去了。谢谢啊，熊叔。谢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爸啥关系啊？那财务科，我不跟你过去了啊。行，那我去了啊，叔。去吧。哎，杨啊，直接往里进，敲门里面听不见啊。行，知道了，叔，你忙去吧，赶紧的啊。爸。爸。哎，你在里头干啥呢？我给我爸送饭，我爸王想，鸡骨段的。送什么饭呀？出来。门锁着呢。拿钥匙去。走。哎呦，撒手！我就给我爸送饭了，你们抓我干啥呀？送饭送到保险柜了，让你爸上号里送去。走，干啥呢？呜嗷的。邢叔，咋回事？邢哥，抓这个上财务室偷东西的。邢叔，你赶紧跟他们说一声，我给我爸送饭，他们非说我偷东西。你给你爸送饭呢？你爸调财务科来了？啊？啥意思，叔？啥意思？带走，走走走！不是邢叔，邢叔，走，放开我，老实点，走，别偷。哎呀妈，租的呀！你懂个屁！外国羊的毛织的，真的假的？我瞅瞅。儿子买的，咋不搁家供着呢？咽气了，养个儿子，让他也给你买。王师傅，王师傅，干啥呢？吵着把火的，出事了！哎，快去看看！怎么的了？蒸汽阀又坏了？啥呀？你快去看！王阳，王阳怎么的了？
说他偷东西，正往保卫科送呢。啊！大家要爱护华冈的一草一木，这是我们华冈人应尽的义务与责任。爱护华冈的一草一木。松开！放开！松开！什么事啊？是吧？干什么啊？你让他们给松开！破坏保卫科工作是不是？王强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撕吧，现在就治你，信不信？邢建春，有事儿说事儿，你把我儿子松开！松开！松不了，在家是你儿子，在这儿他是个贼。我不是，他偷啥了？偷啥了？我告诉你，那财务科啊门让人给撬了。哎，我们进去的时候啊，就这小子在里头，保险柜还开着呢。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碰。你进财务科干啥去了？是邢三儿跟我说你在。哎，听着没有？这啥家教啊？啊，邢三儿，邢三儿也是这屁大孩子教的呀。你整的，邢建春。有事儿你他妈冲我来！你收拾我儿子干什么？什么叫我整你儿子？是你儿子让人堵财务科了，知道不？保险柜里装的是咱全厂这个月的工资，要不是他妈我去的早，他现在还能站那儿吗？你不寻思寻思你？你这样，你先把孩子放了，咱们有事到这边说。上哪儿说去啊？干啥呀？给我画道啊？啊？王强，我问你，我是干啥的？我是保卫科科长，咱得公事公办，对不对？最近咱厂里可是没少丢东西吧？对，那大大小小的，连5吨的机器都给丢了，咋整啊？厂长讲话了，抓住一起，严惩一起。爸，他冤枉我，咱报警！报！办公室就有电话，用不用我给你拨号啊？报，先给王阳留个案底。好嘞，哎，建春，来，你干啥？你来一下。干啥呀？拉拉巴巴的。建春，以后肯定帮你啊，就是以后需要拉点什么，这个纸证指定好使，好吧？好使吗？好使。不好使。好使。王想，现在是这么个情况，不是你帮我，是我在帮你呀，在救你孩子。是。如果这层逻辑关系你要是意识不到，那我就真撒手了，那就是人家公安的事儿。进了局子，你甭管咋的，先牵到岸上，能背一辈子。是，你老四，老四，这阵我过去不懂事儿啊，你帮我也是帮孩子，别这么整啊！哎，这意识的就挺快。你求我呀？我求你！爸，你不用求他，你别说话。把孩子放了。咋求啊？大点声。行，邢科长做的对啊，小数得砍，孩子得管，少教育，欠收拾啊。一起到位啊！来，松药啊，松。王想啊，法律无情，人有情啊。今天我给你个人情，带回去，好好管教。好。这么多工友和同事都看着呢啊，认个错。好。来，王阳，给邢叔正式道个歉啊！他诬陷我。少废话，认错，快说。邢叔，操！
大骨头炖汤老有营养了。嗯，加点酸菜，儿子老爱吃这口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吃没吃呢？我想啊。找我报仇来了？呀，我是那么想的。这也干不动了，咋的？还搁这儿住呢？没敢搬呢，怕完要回来找不着家。你猜咋的？我这一两年啊，经常老做梦，这一做梦，梦我还住这儿。哎呀！你挂那个玩意儿，那是啥毛病？哎，尿毒症呗。有治没呀？嗨，治不治的，对我活着呗。1个礼拜透析3回。行，别在这杵着了，进屋唠。不给你整点的农村笨鸡蛋吗？就配你那小葱啊，绝了。带酱没呀？妈，我还给你带酱啊！你咋寻思？我还给你带酱，我都给你整齐了得了呗！你鸡蛋留着吧啊！破身体，好好养自己。差你这2个鸡蛋呐！你不差你整那个套牌事儿。这不是搁这跟你说的事儿呢。坦白从宽来了啊！欢迎。找整事儿啊！告诉你，我呢就是个送货的，行内呢就叫黄牛，香港那边呢叫啥呢？叫马仔。知道，就是马仔。不，香港那边不都傻仔的吗？啥古惑仔啥的。你可知道了，你啥都知道。不，你都整鸟语，怕他们听不懂吗？那在国外那边叫骡子，你也知道啊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反正都动物。你说行了，整那没用的。哎，说点有用的。来，我呢，只管送，啊，不管做。按照这个职业道德这个角度来讲哈，货源啥的呢？我就不跟你们说了，反正357F 呢，这牌子确实经过手出的，这没毛病。那咋套上我牌了？人家做车牌的还管你是谁呀？就跟买彩票的，谁命好算谁呗。我说的没用，来说，这啥时候的事儿啊？8来月吧，就搁那个建民小区门口记清楚了。留电话了吗？电话呢没有，人家上家让我啥时候往哪儿送，我就往哪儿送，其他别的我不管。但是，据我的分析和琢磨，这男的就在这小区住。你根据啥判断呢？你要送公安局门口，他也警察呗。你给我闭了吧你！我以前我干啥的我呀？你干啥的呀？我保卫科长，我干啥？保卫科长我白当的呀？你这正规编制吗？我正不正规编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正规军在那儿呢。你是正规，我有没有警察？我跟你有什么？比你强。别说了，没用的。来说，哎，继续说。哎，不是，我要是没有点蛛丝马迹，我能在这胡咧咧啊？我能胡咧咧吗？我呀？说，那人就搁这小区出来的，那穿个拖鞋吗？拖鞋啥样的？啊？拖鞋是啥样的？露脚趾头拖鞋呗。啥色儿的？啥玩意啥色儿的呀？你说脚趾头啥色儿的呀？拖鞋啥色儿的？不过你这话你问的我没看清楚啊？我怎么那不是建春这个人长什么样有印象没有？长啥样能记个大荒？回来了。哎，表叔，回来了呗。哎，学咋样啊？能考上不？还行。我儿子差啥呀？咋才回来呢？啊，刚出去买东西了。啊，处对象了？没有，别老逗。马叔，哎，马叔，行叔，哎，行叔，长得挺像，不是，我说长得越来越像了，这小子哈。净唠嗑了，忘给孩子们做饭了。没事吧？你们聊你们的，我一会儿做去。北，你饿不饿？还行。你要不饿的话，那个画板在不在？要画板干啥呀？你这个嘴角再耷拉点。好，
别说啊，北真挺有才。能叫准吗？你看8九不离10。是修车厂你抓那人吗？没看情况也下车就钻地里了。爸，你要抓谁呀？你不要说那车不会套牌了吗？就这小子干的。你爸帮我抓没抓着。出去唠，出去唠，出去喝点水。出去。啊，水不喝了。你们家厕所在哪儿？满了。一会儿爸给你做好吃的哦。任叔啊，咱仨蹲点堵他去。这建美小区就一个门，这回这小子跑不了了。哎，马队啊，要不然你俩先去行不行？孟北明天就走了，我想跟孩子吃个饭，给他见个喜。明天就走啊？咋不早说呢？那行，咱俩先过去啊。省略。那什么，那孩子上学，你干啥呀？不行，不要他。来了，给你那条件我还不知道。我说啥呀？给你的啊，他不行，他这条件不行。哎呀，明儿就去北京哈，多读读。行，好。哎，我说这没有啥事了吧？怎么了？谢谢你了。这整啥呀？谢谢。留吃的。别整那假手子你。你呀，就是真想留我也没那心情，我还得挣透析钱呢。建春啊，咋的？以后咱们不干违法的事儿了啊！埋汰谁呢你？别给我整那出。我的意思，你穿起来。我的意思，你这么你听我的，哥的点意思行吗？撂起来，我比你有钱。你那啥，以后呢，你就叫我三儿行，听着近呗，知道吗？我违法的事儿，咱指定是不能干了。你不管我，警察也得管我呀，是不是？你说谁不想死在家炕上？是吧？北啊，来上桌了，上桌了，来北吃饭了。你就喝那个了哈。爸先提一杯，预祝我的北旗开得胜，考个高分。吃菜，趁热。哎呀，吃肉。哎妈，尝尝这个，可香了。那个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别瞒我。你最近这些事儿是不是跟我哥有关系？有点儿。爸也不是故意瞒你，就是不想拖累你。你呢，现在就干你该干的事儿，你好好的，爸就老高兴。爸。那我哥那会儿，应该跟我现在差不多大吧？他那时候就想出去看看，我呢是横扒了竖挡的不同意。当时呢，不知道他想要啥，现在知道了也晚了。
爸，我不想去北京了。其实考不考美院的没啥，你岁数大了，我不想离你太远。北啊，你跟你哥呢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因为你身上淌的不是爸的血，你没必要跟着爸在这儿熬一辈子。老话讲，落叶归根，我肯定死在花莲。另外，要没有你，爸也活不到现在。咱爷俩没遗憾啊，明白了吧？不说这个了，影响消化。来，再来一个，走一个。那样吧，我明天早上赶火车，我收拾收拾去。我吃饱了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行，那早点休息。明天早上爸送你到火车站啊。啊。坐稳呗，坐稳了，抱紧爸爸，加速喽！呜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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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哎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你是羊呗。你是北。喂，羊。
比对生活中的事，非黑即白，